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，我是 Tracy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刘。多伦多市中心区域还有一个值得参观的地方，那就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大学之一，也是加拿大排名最高的大学——多伦多大学。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这所加拿大最高学府多伦多大学吧。多伦多大学呢有3个校区，包括主校区、密西沙加的校区和 Scarborough 校区。我们今天要参观的呢是它的主校区，叫做 St. George 校区。这个校区呢位于多伦多的市中心，紧邻着皇后公园、安省议会大厦，靠近布洛尔街和贝街，交通便利，毗邻安省的博物馆以及多个地铁站。多伦多大学呢成立于1827年，距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，是加拿大最古老、最有声望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。它的前身呢叫做国王学院 King's College， 1850年正式改名为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，成为一所非宗教背景的公立大学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多大呢逐渐建立起以学院制度为核心的组织结构，类似于牛津和剑桥。而多大的主校区呢包含了7所独立的本科学院、3所神学学院以及1所研究生学院。而据说哈利波特的作者 J.K. Rowling 就是融入了这种学院制度，甚至《哈利波特》这部电影就是在多伦多大学进行了很多取景，主要拍摄的以及参考的这个历史建筑呢，包括大学学院的主楼、3一学院、维多利亚学院、诺克斯神学院等等。甚至有说法说，《哈利波特》中的4大学院格兰芬多、赫奇帕奇、雷文克劳和斯莱特林都是以多伦多这4大学院为蓝图。多大呢也是世界排名非常靠前的学校，根据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，它现在大概位置在全球的21名，加拿大的第1位。而且多大呢投入了非常多在科研上面，全校呢有18个学院，280多个本科的专业，以及超过600多个的研究生项目。同时呢，它也是全球人工智能、医学、工程、计算机科学、心理学等等领域的重要科研中心。另外，多伦多大学呢还拥有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图书系统，超过1500万册的藏书。St. George 校区融合了哥特复兴式的与现代建筑混合的这种风格，因此呢，在漫步在校园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如同霍格沃茨魔法学院般的古老的这种石砌的建筑，但与此同时也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现代感十足的教学楼或者宿舍楼。多伦多大学呢，在科研上是非常有世界影响力的。例如，他在1921年拥有胰岛素的发现，并且呢，也因为这个发现呢，荣获了192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。同时呢，包括第1个电子显微镜、心脏起搏器、干细胞研究、神经可塑性理论等，也都起源于多大或与其研究人员有关。另外，多伦多大学呢还被誉为现代 AI 的发源地之一。Geoffrey Hinton 也被称为深度学习教父，他就是在多大长期任教与进行研究的。同时，多大也孕育了像 OpenAI、DeepMind 等 AI 巨头的关键研究者。多伦多大学呢，至今已经有12位诺贝尔奖得主，涵盖了医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和平等多个领域。
例如刚才提到的胰岛素的发现者 Frederick Banting， 他就是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。另外呢，John Polanyi 也因为化学反应动力学的研究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。另外，前加拿大的总理 Lester Pearson 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，他也被称为维和部队之父。多伦多大学还拥有许多知名的杰出校友，包括4名加拿大的总理、14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10几名诺贝尔奖的得主。我们熟知的校友还包括白求恩，还有我们2弹一星的元勋郭永怀，也是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，还有就是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钱伟长。另外，我们熟悉的林志玲姐姐也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。St. George 学院非常值得打卡的建筑呢，包括 University College 大学学院楼、毕业典礼大厅、3一学院、诺克斯神学院、Soldiers Tower 战士塔等等。诺克斯学院呢是多伦多大学内最具古典气息的建筑之一，它建于1915年，采取的是哥特复兴风格，石砌的拱门、高窗和尖塔让人仿佛置身于欧洲中世纪。它原是一个长老会神学院，至今呢仍然作为宗教和神学研究的中心使用。学院内部呢有一个非常安静的中庭花园和华丽的长廊，是多大校园中最梦幻的地方，也是很多多大的毕业生拍婚纱照的地方。我们去的这一天就碰到了一对在这里拍结婚照的小夫妻。而进到这个图书馆，因为是周末，所以没有对外开放，但是非常的幽静，本身就透着一股十分神秘的感觉。这个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 呢，这个文理学院是多伦多大学最核心也是最大的学院之一，它拥有超过27000名学生。这个学院呢，涵盖了人文、社科、自然科学、数学等多个领域，提供超过了300个专业的方向和复修方向，培养出了无数非常知名的卓越的校友。而且它采取的是这种3学院制，每个学生呢都隶属一个学院社区，享受非常独特的这种培养和校园文化的体验。这栋楼呢是 Morrison Hall Residence， 它是多伦多校内的一栋学生宿舍楼，位置确实非常方便，走几分钟就可以到图书馆或者是教室以及书店。这幢楼呢是以传统加实用著称的，提供单人房间和双人房间，配有公共的厨房、自习室，楼下还有一个食堂，1楼还可以看到有咖啡厅。前面这个看起来像变形金刚的头一样的建筑呢，就是罗伯茨的图书馆，它也是多大最大的图书馆，是加拿大最重要的人文学术资源中心之一。它1973年开放，是以政治学家 John P. Roberts 的名字命名的，主要专注于人文、社科和研究生的一些资源。它这个建筑呢十分有特色，是采取了这种野兽派的建筑设计，整体呢像是一个混凝土混合大鸟，所以也经常有人把它称为加拿大的乌鸦堡或者是水泥怪兽。图书馆呢一共有14层，藏书超过450万册。但是好像多伦多的图书馆只能是有学生证才可以刷卡进入的，所以我们没能进去看。
在图书馆旁边呢，有一个红色的砖形建筑，像城堡一样，非常的抢眼。它叫 Newman Center， 是多伦多大学这个主校区内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天主教学生中心。它建于1890年，原来是加拿大参议员的私人宅邸，采用了罗曼复兴风格建筑。红砖外墙和高耸的烟囱非常有复古的气息，而现在呢，它是天主教学生的精神家园，提供一些弥撒呀、社区活动以及安静的祈祷空间。这条街呢是 St. George Street， 是贯穿多伦多大学主校区的一条经典的大道，也是学生们最常经过、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之一。这里停了不少餐车，从玉米饼、韩式炸鸡到经典薯条，是学生解决午饭的好去处。我们在这里也碰到了好几个卖中餐的小餐车，看了看价格还挺有意思的，不过冬天好像营业的并不多。走在这条道上，两侧各种风格的建筑混合在一起，可以远远地看到 CN Tower， 在古典和现代之中切换视角，非常有多伦多的特色。我们还进去了 MyHealth Center 这个大楼，它是多伦多大学工程学院的一个现代化的建筑。这栋大楼呢，主要是工程系学生创新实验还有创业的一个核心的空间。大楼里也有很多高科技的教室、协作空间、3D 打印实验室、机器人实验室以及开放的学习走廊等等，更是整个多大未来工程师的摇篮。另外也看到了很多大学的同学在这里编排舞蹈和自习，也是可以看出多伦多大学的学生们也不光是埋头苦学，生活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。多大之旅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是不是也被这所100年的名校所吸引？如果有机会，大家也可以来参观，甚至如果你喜欢，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将来去考一个多伦多大学，过来感受一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他倒是不怕我，还怎么着？干嘛去？你走啊？拜拜。